明明我是受害者，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子去对我？有经历过性骚扰。我初2的时候有经历过一次，我从小到大受到过3、4次的性骚扰，很多，每一天可能都会发生那种你都不知道、不确定是不是性骚扰。我经历性骚扰的时候是在小学6年级，是我家楼上的大叔，他把我带到他们家地下室，他把地下室的门锁起来，然后摸摸抱抱我呀，或者是亲亲我的脸啊这种，然后我就有感觉到他那个胡子扎在我脸很不舒服。在他想要再进行一些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开门跑走了。然后他平常见到我就依旧是没事一样的跟我打招呼，也会再询问一下我要不要再去我家地下室玩啊。小学的时候呢，一个大叔。对，然后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出来了，他突然跑进来说是，哎，在干啥呢？上厕所呢？然后就一下把我抱起来了，抱起来了之后，就是紧紧的抱了一下，然后我挣扎了2下，然后他也就顺势撒手了。跑回家嘛，就是心有余悸，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没有说这个事情。我认为在我心中的话，性这个东西，即使我当时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算是性骚扰了的话，我认为还是有点羞耻的，好像我也有部分的错误一样。就不好意思跟父母说，感觉自己要承担一些代价。大概6岁左右的事情，在书店突然就有一个大叔冲出来对我裸露他的下体，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然后就站起来换到另外一排的书架后边去了。但是那个大叔并没有放弃，还是继续跟过来，周围没有别人，只有我跟他，有一些惶恐，然后我就飞快地跑走了。就是这种行为是很让人恶心的。我有一次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，很短露着腰，然后穿了一件短裤，晚上出去就有一个男的，就是从背后就直接摸我屁股，就觉得很恶心，然后心里很难受。就是因为有这些色狼骚扰，一件衣服也就放人家，就再也没穿了。我感觉每次穿出去，要不就是有人盯着你看，看着不舒服，要不就是会摸你。我经常去的一个书店，就是那天中午，我自己一个人，那时候我大概是12、13岁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旁边就来了一位40、50岁的叔叔，他站在那里，然后不断的他从我胸前，就是手蹭过我的胸去拿我胸前面那一排的书。当时我一点就是都没觉得有什么，我只觉得这个叔叔好烦人。后来过了好几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就是我第一次经历的性骚扰。初1的时候，有一次坐公交车，然后有一个40、50岁的大叔吧，他站在我的后面，他就是一直蹭我，甚至会顶我，因为很挤也没有地方躲，所以我当时就是害怕，让我就是整个生理会产生一些不适感。那件事之后，我坐公交车人多的时候可能就会不敢上，然后呢，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看起来不太友善的怪叔叔，我可能也会离得比较远一点。我初2的时候，大家就一起从教室去到操场去做课间操，然后就有一双手从后面伸过来，当时是碰到我的胸部，可以听一下吗？后来是第2次，突然有一种第6感，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，就是在那一瞬间，然后感觉又有一双手伸过来，这一次不是碰到胸部，是直接碰到我2腿之间，从后面。我反头看到的是一个男同桌，本来其实班上也有其他的一些女同学也碰到过同样的事情，但是他们全部都对老师否认了，觉得我把这种事情告诉老师是可笑的。传言很难听，就是说只有女生骚浪贱啊，然后才会有男生会对她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从性骚扰其实就已经是发展成校园凌霸了，被班上的同学给孤立了，会把我的作业本啊扔到教室下面。那件事情就一直放在心里很久，很长一段时间。就是看见男生的话，心里会总觉得很害怕。这件事情我一直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。就是大学毕业之后，我自己是学法律，然后做了律师。然后有一次我去看守所会见，
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就是强制猥亵。我在跟他谈话的时候，突然就是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明白了我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。我觉得避免性骚扰最好的就是好好教育好男生。为什么要怪女生穿得太暴露？女生的爸爸妈妈就会告诉女生穿的要保守一点，但是为什么男生的爸爸妈妈不能告诉男生不尊重女性，甚至去侵害他们的一些权益？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注重对儿童的性教育的，让他们能知道自己承受的是一些不应该承受的事情。我是想对那些被骚扰过的女生说，其实根本都不是你自己的错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遭到这些事情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，要勇敢地去面对。